日本防卫费首次突破红线，如何借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出炉，创纪录军费？日本购买 F-35战机、巡航导弹，谋求先发制人打击能力。多支部队部署西南岛屿，有怎样染指东海、台海图谋？日本自卫队在与那国岛去部署雷达呢，本身其实也是自卫队在试水。日本购买美国海上卫士无人机，为何说将成美军天眼？除了卖给日本以外，美国还出售了4架海上卫士给台湾地区，就不难看出美国的不良居心了。美国援助乌克兰无人机已出货，弹簧刀会对俄乌冲突带来哪些变数？这个武器呢，应该说对，就是乌克兰来讲还是比较有用的一种武器，它能够反坦克，对一些重型的装甲有很强的这个杀伤作用。美英澳宣布合作开发高超音速武器，暗藏怎样冷战阴谋？他们的终极目标是打造亚太版北约，彻头彻尾地服务美国霸权之私。俄军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首战乌克兰，又能否有效震慑美西方？日本防卫费连续10年创新高，并且首次突破占比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1%的红线，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自1976年日本时任首相三木武夫做出防卫费占比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1%的决定后，历届日本内阁基本遵循该惯例。但从安倍晋三内阁开始，日本高层不断为防卫费突破该红线造势。2021年8月，日本2022年度防卫费预算额度申请启动之时，包括防卫相岸信夫在内的日本防卫界就持续渲染周边安全威胁，为突破防卫费比例限制试探社会舆论。有分析指出，从防卫费增长和分配来看，日本距离彻底摆脱战后秩序限制已然不远，应保持高度重视和警觉。日本防卫相岸信夫4月4号称，强化日本防卫力刻不容缓，并再次借俄乌冲突炒作台海局势，渲染所谓中国威胁论。当然，这种炒作呢，其实也就是给自己制造一个遮羞布。那我们知道，俄乌的冲突跟台海的情况是完全不同，台海是中国的内政。但是对于日本也好，对于美国也好，很多的政治人物、军方的人士认为呢，那么去阻止中国统一，那么是防止中国逐渐崛起的一个很好的办法，或者说在这个相关的问题上，有可能跟中国进行博弈，甚至说可以把中国拖入军事冲突。众所周知，日本战后受和平宪法约束，日本不能拥有进攻性武器，比如航空母舰、轰炸机、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等。而战斗机或攻击机很长一段时间也无法使用精确制导炸弹以及远程对地攻击导弹，最多只能配备反舰导弹，对地打击能力有限。而根据新的防卫预算，日本将加速提升战略进攻能力，谋求近年来一直鼓吹的所谓先发制人打击能力，包括将采购大量 F-35隐身战机，升级改造出云级直升机驱逐舰，加快下一代 F-X 战斗机研发计划等。我们说日本这2年一直要讲这个先发制人打击能力啊，那么日本方面看中 F-35主要还是2条，第一条是隐身。第二点呢，就是 F-35它作为美制的主力的这种战斗攻击机吧，那么它拥有发射美制弹药的这种能力。就美制弹药里面，我们说很多它是拥有，比如说战区外发射，那么射程在几百公里，那么这种我们说实际上就是空射的巡航导弹，那么 F-35都会是主要的搭载平台。值得指出的是，以安倍晋三为代表的日本右翼和极右翼势力近来还曾多次提及要与美国进行核共享。白梦辰指出，不排除日本还在密谋将美国核武器引入本土，用 F-35战机搭载美国的 B-61系列战术核炸弹。日本的很多人一直希望在本土去部署美国的核弹头，那么怎么样去部署，怎么样去保证发射，那么保证在对方的这个战略打击武器发动攻击之前就予以摧毁。那么日本的很多人考虑就是要把自己整合到美国的核战争体系里面。那么具体来讲，那么 F-35是很重要的一环。日本新防卫预算还包括开发增程型1.2式反舰导弹、采购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巡航导弹等项目。
日本经济新闻曾报道，日本正计划在120式岸舰导弹的技术基础上，研制一款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巡航导弹。这款导弹也被外界称为“日版战斧”。日本国内不断的在鼓吹呢，要研制自己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试图通过装备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来实质上的突破专守防御的这种概念，那么重新的让日本拥有这个打击敌方的深远目标的能力，我们一定是要注意的。此外，近年来日本自卫队经常与美军进行离岛作战联合演练，还不断加强西南方向的军事部署，增设监视部队、岸舰导弹部队和快速反应部队。目前，日本自卫队正在冲绳县所属的石垣岛上加紧施工建造导弹基地。按照日本防卫省的计划，2022年底之前将完成在石垣岛部署陆上自卫队的导弹部队，规模约为500至600人。石垣岛距东京约有2000公里，相比之下，离中国的台湾岛只有约300公里，距钓鱼岛更是只有170公里左右。不难发现，日本在这里建立导弹基地，就是试图染指东海、台海。另据美国《星条旗报》网站报道，日本航空自卫队4月1号又在与那国岛部署了一支移动警戒部队。这支部队由第53警戒队的约20名成员组成，随同部署的是一部 JTPS-102 移动雷达。与那国岛距离台湾岛只有110公里，距离钓鱼岛只有150公里。航空自卫队发言人明确表示，此举就是为了应对解放军的活动。评论员白梦辰指出， JTPS-102 是自卫队能够拿出来机动部署的唯一一款雷达，它的最大探测距离只有300多公里，性能并不突出，对于隐身目标的探测能力也备受质疑。就这一点来看，部署在与那国岛能发挥的作用也就非常有限。不过，这只是自卫队的一次试水，以后还会有更大的动作。日本自卫队在与那国岛去部署雷达呢，本身其实也是自卫队在试水。那么自卫队是不是可以在所谓的有事状态下，在日本周边去部署这种机动的雷达？那么日本国内其实一直是有争议的。那么现在呢，它就是小步的快跑，一步一步往前推。那么你看，在与那国岛部署了，如果日本国内的反弹不大，那么它下一步就可以在其他的去部署这个雷达。除了部署雷达以外，日本还在强化无人侦察机的力量。日本向美国购买的第1架全球鹰高空无人侦察机已经于3月12号开始部署自卫队三泽基地，未来将在三泽基地部署总共3架全球鹰无人机。日本读卖新闻网站4月6号还报道，日本海上保安厅计划今年10月部署一架美国海上卫士无人机，以加强海上监视，也引发外界高度关注。那么这架无人机有怎样的特点？为何说美国正在借出售海上卫士布局西太呢？很多人对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都不太了解，而说到它的前身 MQ-9 死神无人机就是再熟悉不过了。美军曾出动死神无人机在中东地区执行过多次斩首行动，最著名的案例就是2020年1月3号，美军派出死神无人机在伊拉克巴格达国际机场向伊朗革命卫队精锐圣城军最高指挥官苏莱曼尼射出刀版地狱火导弹，将苏莱曼尼直接炸死。MQ-9B 则是制造商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有限公司根据一些北约盟友的需求，在死神的基础上改进而来。本质是一个模块化的无人机系统，采用开放式体系架构，可以快速改装，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和较少的人力应对各类威胁。相较于 MQ-9，MQ-9B 的气动外形进行了优化，全长是1.7米，它的翼展加长至24米，并加装了翼梢小翼。最大航速389公里每小时，最大航程11000公里以上，并可在12000米高空持续飞行40小时以上。航程远、留空时间长，意味着可以在任务区域上空执行更多的任务。因此 MQ-9B 有2种型号，一种是察打一体型，叫空中卫士，具备侦察和攻击能力；另一种则是日本要部署的侦察型海上卫士，只具有侦察能力。海上卫士上面有大量的侦察和数据传输设备，装有光电吊舱、多功能全景海面监视雷达、电子监视措施系统、C 波段无线电通信、KU 波段卫星通信、敌我识别应答器、嵌入式加密系统、密钥加载器等。
从日本本土起飞就能够对钓鱼岛周边海域、对中国海军舰艇、海警船等进行长时大范围的侦察。值得指出的是，除了卖给日本以外，美国还出售了4架海上卫士给台湾地区，就不难看出美国的不良居心了。美国近年来不断在推动强化美日美台情报合作，甚至要建立所谓3方情报共享机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美国要求日本和台湾地区无条件地将获取到的解放军情报分享给美军。这就跟日本部署的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台湾地区部署的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铺路爪雷达获得的数据都直接传递给美军是一样的。因此，美国真正用意无非就是让日台的海上卫士无人机成为它监视西太地区新的空中之眼。此外，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有限公司此前还在海上卫士进行了挂载声纳浮标分配器吊舱测试，宣称其未来可以在分布式反潜战中发挥重要作用。不排除美国以后也会向日台出售这一吊舱，将其纳入美军反潜体系中。当然，我们要了解海上卫士部署周边带来的影响，也不用太把它当一回事。它的缺点也是很明显的：速度慢、机动性差、缺乏自卫能力。平常还能到海上溜溜弯，如果是战时出去，在对手的战斗机面前就是活靶子。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这架海上卫士无人机虽然隶属海保厅，却将驻扎在海上自卫队的八户航空基地，充分说明它未来执行的任务绝非侦察那么简单。首先呢，它这个基地我们刚才说了，它是海上自卫队基地，那么它是日本现在海上自卫队 P3远程巡逻机的主要基地。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基地和日美共用的三泽基地很近。就是美国的军用飞机呢，经常会降落在这个八户基地。那么日本方面现在装备海上卫士，主要还是看到了海上卫士未来在反潜方面的这种很大的潜力，因此他要在 P3， 就日本现在最主要的海上反潜机的基地去部署 MQ9， 以方便 MQ9 未来跟 P3 这样的飞机呢进行联动。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批准2022财年财政预算案，其中防卫费首次突破此前占比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1%的红线。请教一下曹先生，这是一种怎样的信号？日本是如何借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增加年度防卫费的？第一个信号啊，就是日本事实上在突破和平宪法，因为和平宪法限制它，就是怕它发展这种过度的这种军力，所以呢限制它就是这个防卫经费呢不能超过 GDP 的1%。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你突破和平宪法之后拿这么多钱干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日本呢，它是在发展一种进攻性的力量。那么既然是发展进攻性的力量，那它的这一些就武器装备也要随之变化。所以我们看，它在部队上发展这种就是所谓水陆机动团，其实呢相当于其他国家的这个陆战队。还有呢，就是像搞这些登岛登陆的作战呐，还有就是像它发展航空母舰呐，发展这种隐身的战机啊，这都是属于可以进攻性的武器装备。当然，那它就有借口这个借口呢，就是周边的威胁，当然就包括中国的威胁、俄罗斯的威胁、朝鲜的威胁等等，借助实际上这个并不存在的威胁来为自己突破这种预算或者是发展这种军力呢来找借口。日本正在谋求强化所谓先发制人的战略打击能力。此前有日媒报道称，自卫队计划在120式岸舰导弹的基础上，打造日版战斧巡航导弹，射程超过1000公里。请教一下杜先生，对于这款日版战斧您怎么看？这凸显美国为了遏制中国对日本的战略态度发生了哪些变化？日本的120式反舰导弹是一头披着羊皮的狼，表面上是岸对舰的攻击型号，但实际上呢，具备对陆攻击的全部功能。这枚导弹如果按照通常的反舰导弹，它的制导形式、射程都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与对陆攻击导弹高度融合。比如，它采取了地形匹配制导，这是标准的对陆攻击导弹的制导方式。另外呢，采取了复合制导，包括末段的雷达制导和红外影像制导。如果对陆上目标攻击，完全可以满足基本需要。另外，这枚导弹的反舰射程是200公里，但目前通过发动机包括弹体结构的改装，可以轻易地达到800公里到1500公里，和美国战斧导弹的射程威力大致相同。
如果有了这种武器装备，无论是部署在离岛上，还是部署在日本的军舰上，这样对中国周边都可以产生比较大的威胁。日本最南端的与那国岛距离台湾岛只有110公里，距离钓鱼岛只有150公里。而自卫队不断强化在该岛的军事部署，不仅空自日前重新部署了一支 JTPS-102雷达部队，陆自刚成立的电子战部队也将在今年内进驻。请教一下曹先生，您认为这会对台海和钓鱼岛局势造成多大影响？其实啊，日本呢，它在这个与那国岛附近呢部署这种雷达呀，或者是相关的这种监测部队呢，都是为美国的印太战略服务的啊。那这个印太战略呢，就是要对这个重要的海上通道，还有这个空域进行这种监视。由于部署在与那国岛这个附近这些岛屿上之后呢，就可以对通过这里的舰艇还有飞机进行相关的监视。而且呢，可以查证你的这些作战平台的性能啊，那它就可以把它输入数据库啊，为它将来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来服务。它不但有雷达，它还部署了导弹呢。所以就是说，一旦发生冲突的时候，它雷达发现了目标，就可以用导弹来打击目标啊。那就等于是对这个区域里边，无论是海上还是这个空中目标，就有一种查证和打击的能力啊。那同时呢，它也可以把这个相关的这些数据传给美军呢。俄乌冲突仍在持续，美国继续拱火。美国时间本周一，国防部发言人约翰·科比发表声明称，国防部长奥斯汀当日与即将从美国返回乌克兰的乌军队进行视频通话。这批乌克兰的军队在美国训练了2个多月，掌握了不少高级战术，还专门针对无人机的操控进行了特训。这与此前美宣布新一轮对乌军援100架弹簧刀自杀式无人机也形成了呼应。那么这些无人机会对冲突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在过去1个多月中，经常可以看到俄乌无人机陆续出场，他们又有怎样的战场表现？美国国防部的声明指出，当俄罗斯在乌克兰开展军事行动时，就有一支乌克兰军队在隶属于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的安全合作学校 Naval South 进行军事培训和教育，包括巡逻艇操作、通信和维护方面的训练。自3月初的课程结束后，美国军方为该小组提供了额外的高级战术培训，包括关于无人机的培训。该军队将于本周从美国返回乌克兰。上周，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科比还在记者会上表示，自俄罗斯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对乌援助总额已经超过了17亿美元。科比还表示，最新的100架弹簧刀无人机已经从库存发出，而掌握弹簧刀的使用方法需要大约2天的时间。We've already sent in 100. Switchblade UAVs that were already in our stocks. Now, I don't know where they are in the transshipment process, but they arrived earlier this week. We're in discussions with the Ukrainians about future usages of Switchblade drones, and of course we'll keep that option open going forward. 根据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3月29号的讲话，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弹簧刀无人机包括2个版本，其中一种带有反装甲战斗部。路透社报道称，这种无人机可用于对付包括卡车、坦克和装甲运兵车在内的车辆，在攻击俄罗斯地面部队时将会非常有效。美军的弹簧刀无人机有300和6002个型号，具有单兵携载、自杀式攻击、远程智能打击特点。根据美军公开的数据，弹簧刀300全长仅360毫米，重2.5公斤，最大时速135公里，最长续航时间10分钟，最大射程20公里。一个步兵就能用背包装下无人机和发射器对目标进行攻击。尽管体积小，它还采用了独特的 GPS 加光电复合制导方式，命中精度可控制在1米之内。另外，它的打击方式跟一般的导弹还没有区别，以俯冲方式高速撞向目标，并引爆机载高爆战斗部，威力相当于一枚40毫米的榴弹，因此也有个绰号叫单兵巡航导弹。它其实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就是说，一个是它的重量比较轻。像它这个弹簧刀来说的话，一个单兵，就小型的那个型号才几公斤重，那么
一个人带几发弹簧刀都很正常，带5到6发一点都不觉得沉，而且它的这个射程呢也比较远，所以说这个就可以说是一种非常之理想的单兵的火力支援武器。而弹簧刀600的重量为22.7公斤，几乎是300型的10倍，作战能力显著提高，最大时速提升到185公里，最长续航时间超过40分钟，最大射程80公里。更为重要的是，600型能够携带反装甲战斗部，能够精准地从多个角度攻击装甲车和加固的地面目标。这个武器呢，应该说对，就是乌克兰来讲还是比较有用的一种武器，它能够反坦克，对一些重型的装甲有很强的这个杀伤作用。所以说，这个对于这种就是说重武器数量远比这个俄罗斯少的乌克兰来说呢，这个如果说一旦大规模的训练出这个弹簧刀的射手，并且说给他尽量多的这个弹簧刀的话，那对俄军的威胁可以说是相当之大的。不过，朱江明也指出，这些弹簧刀无人机在乌克兰士兵手里能发挥多大的作用还很难说，非常考验他们的操作水平。像弹簧刀这一类的这个巡飞弹，它的最大的问题呢，实际上就是它的训练成本还是比较高的，不像这个标枪是属于说事后不管，你一旦锁定了，一旦发射出去就跟你没关系了，你就可以跑了。它是需要这个操作者一直操作瞄准撞向这个目标。当然，它现在增加了很多新的功能，就是我知道它软件有升级，但是依旧呢，就是很视乎于射手本身的这个训练水平。事实上，在俄乌冲突1个多月的时间里，双方的无人机都充当了很重要的角色。在俄军进行的特别军事行动初期，俄军攻击部队前进速度快，战线流动性很大，无人机很难发挥作用，所以在战场上很少出现。但随着战线逐渐稳定下来之后，俄军投入的无人机无论是种类和数量都迅速增加。其中在型号上包括前哨、猎户座、海鹰10、KYB 方块、E95M 等固定翼无人机。这里着重介绍一下猎户座察打一体无人机，它在俄军刚刚服役没多久就首次应用于实战。